剧去的啊。好，来看一下，今天还是继续做我们飞花哥的十降将系列啊。这回呢，跟大家伙儿解一个庞统吧。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其实这个庞统吧，我个人觉得呢，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这是唯一一个对新手非常友好的角色，兄弟们啊。这个正庞统对新手非常的友好啊。咱们现在是在选这个虎符令旗，还有方天画戟。哎妈，这个哎，这个嗓子好，可以看到啊，咱们现在对这个新手非常友好的庞统上场了。庞统呢也是整个这个游戏当中啊最嘚儿的一个角色啊，就是人家的武器，对吧？人家的武器呢都有挺多个，只有他的武器呢有2把。然后呢，很多人说那不对呀，小狼啊，那你说那个孙权也只有2把武器，哎，孙权那2把武器吧，哎，不一样，为啥不一样呢？孙权呢，其实啊，这个高手呢特别喜欢玩无限连击。他呢那个盘龙三节棍啊，其实你用也行，对吧？但是他连的话，肯定不能用盘龙三节棍，因为盘龙三节棍呢，它的这个伤害会降低啊。只不过呢，它是要用到这个普通攻击的话能好一点。而且这个人物呢，说白了人气也不高啊，他甚至没有武器都可以打无限连击，不需要武器的啊，对吧？而这个庞统呢就不一样了。庞统呢，他那个其实严格来讲就只有一个武器，什么武器呢？就是那个乌钩，是一个特殊武器。很多人说小狼那个乌刀不算武器吗？我感觉那个乌刀啊，有没有的无所谓啊。所以说，也就是说他在第2关上来就给你，真的啊，这个乌刀有没有，我真觉得无所谓，对吧？反正呢，就是一顿刺儿，有了那个，只要有了乌钩之外，就可以把乌刀扔了。完全没有用啊！你不像那个孙权那2个武器可以切换着用，对吧？我打的时候用盘龙三节棍，我如果要想要连招的时候，我用那个正常的武器啊，对不对？另一个是啥？我忘了啊，我都忘了叫什么了啊。那难道我记错了啊？我记得孙权是有2个来着啊，一个是盘龙三节棍，另外是一个正常的2级武器，就像乌刀似的啊。好，看看夏侯惇，一个定，哎，你看这个技能，哎，这个雷神下凡啊，你看你光一个雷神下凡，接上一个炸花吧，铁莲花吧还是什么，然后直接一个地刺儿，然后再来一个地刺儿，不是，就一个盘龙三节棍啊，那孙权没有牌面啊，那我记混了。那实在是太嘚儿了啊！孙权那他妈的连只有1把武器的，那实在是有点皮啊！我是有点懵了啊！好，炸掉这个炸呢，一定要他过半血了之后再炸，但是呢，不是那么特别好掌握的话，你就多打点血吧。好，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小暴龙又是送了1篮子宠爱卡。又是送了1篮子啊！好，看看，你看这个地刺儿可以打2点啊，这个确实血多，一个雷追地，然后再地刺儿，哇！这个操作呢是用后前跳的必杀来追地，有点操作啊，然后马上再接这个地钉，这个地钉呢是怎么练啊？是下上手。说实在的啊，我感觉呢，下上手啊，这个练法呢，就像大鹏展翅什么的。我觉得不太好练啊，后前下上的都不如下前啊，下前好练。但是下前呢，咱们已经有那个技能，就往前冲过去，歘歘2下，对吧？啊，好，一过关就升级。哎，这个你们看啊，我感觉啊，这个 IGS 他做的这个三国的游戏，你们看跟那个央视的《三国演义》的那个人物的长相是真的很像啊。你看刚才那个庞统的那个形象，通关之后那个形象，是不是就是那个咱们那个《三国演义》里面那个庞统？我感觉是一模一样的啊。为什么呢？这个包括之前咱们看那个赵云那个大头贴，
啊，也是那个长坂坡版赵云。因为赵云呢一共有3个版本吧，一个是那个长坂坡的那个，是不是叫张山老师？我忘记了啊。还有一个呢是演那个拼命三郎石秀的那个演员，也是《三国演义》里面演公孙瓒的那个。然后呢，第3个是老年赵云啊，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啊。然后再就是你像这个庞统，也是长得这个样子，对不对？感觉设计游戏的人也是借鉴了一下啊。我记得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梦三国那个网络游戏，然后它里面梦三国不有曹操吗？哎，曹操的那个大头贴不就是鲍国安？我跟你讲啊，就是鲍国安老师啊，就是说白了就是整啊。小狼讲一讲庞统，没什么好讲的啊。庞统这个人呢，他的人物弧光啊摆在那儿了啊，就是说，因为他是一个出场时间比较少的人，虽然说他出场的不算晚，也是活在了对吧很多人的口中啊，就是很多人说这个那个这个的。庞统呢，而且呢这个走的还早啊，这领便当的还早。但是事实上，很多人如果真要问庞统啊，咱们如果做一个如果系列的话，这个庞统呢，其实啊，很多人说他对这个这个叫跟这个诸葛亮比起来，他到底就是够不够格跟诸葛亮比？按照我的理解呢，应该是够格，而且呢是真的是够格，就是不是说听信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卧龙凤雏什么2个人什么就怎么样啊？很多人说卧龙排在前面，你看一共4个称号：卧龙、凤雏、种虎，对吧？还有幼林，对吧？这4个称号的人，大伙都知道啊。种虎就是坟地里的老虎嘛，就司马懿；幼林呢就是姜维了啊，对吧？都是有称呼的。但是这个称呼，其实卧龙跟凤雏这2个人嘛，其实就是主要是什么呢？主要就是这个金牌这个 HR 啊，不能叫 HR， 就是人才培训基地校长司马辉老师是吧？就他呢，他就知道他这俩人是一样的。比如说这个，如果是要搞内政的话，搞这个内政的话呢，诸葛亮可能占一手；但是如果搞军事谋略的话呢，那庞统可能占一手。而且呢，诸葛亮呢求稳，庞统呢出奇。这个你要真问我他俩为什么是相等的呢？就是因为吧性格上不一样啊，反而互补了。诸葛亮有缺点，诸葛亮这个说白了还是不会懂得怎么去放权嘛他有的时候他信不过别人。而庞统呢，你看庞统用的人基本上都是像一些比较就是能力比较强但是呢性格上有点缺点的人比如说庞统喜欢魏延，对吧？庞统喜欢这种角色要诸葛亮呢，就是你必须要忠，我才能对你委以重任。那不忠的人我用不了当然，这个很多人说魏延忠不忠？魏延当然忠了，魏延是忠刘备，但他忠不忠于刘禅忠不忠于诸葛亮这个事儿呢，咱们就另说。因为毕竟魏延是比较喜欢什么呢？他比较喜欢这个有力量的人就是崇拜这个力量。他觉得你这个人牛逼，他无限的跟你。他觉得你不行，那你就再见，我管你是谁的儿子无所谓。好了，感谢我们的2626230大哥一首招财飞机赠送我了然后呢，新春快乐，春节快乐春节快乐！这是大年初1头1天就来支持我狼一手非常感谢不是还有一把伞吗？好，追地地刺儿追地没整好追地第一时间地刺儿能把再弹起来，可以多打几次连击的这里面呢庞统呢杀伐决断，而且呢庞统呢很多人说庞统不愿意弄这个诸葛亮不愿意弄险，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诸葛亮有的时候也挺喜欢弄险的虽然说你比如说空城计这是没办法的没办法的。还有呢，曾经呢是在演义当中呢，他想去这个睡降马超后来呢在电视剧里面你看是派这个李辉去了是吧派李辉去游说这个马超了，但事实上是诸葛亮想去所以说有的时候诸葛亮嘛，他也不是不愿意弄险，他觉得这个事儿稳，你多险我都可以，我都觉得稳你多险都行。但是呢，你如果说是对吧？你如果说是我自己觉得有一点点不稳，那我就不去，对吧？他是这么个人。而这个庞统就不一样了其实如果庞统不死，
诸葛亮坐镇荆州，对吧？然后庞统呢帮这个刘备拿下这个西川。很多人说这个那他也没拿下来呀，他就因为就是因为他没拿下来，这才不是让诸葛亮来的吗？啊，才让关羽留守荆州啊，最后关羽才死的吗？这不一切不都是连上了吗？说明这个庞统没有能力啊。这个吧，就不得不从这个刘备的人设说起了啊。这个刘备呢，你别管他虚伪啊，假虚伪还是怎么地，啊，毕竟人家就是表面功夫，就是我跟大伙说啊，世界上有这么一种人啊，叫做什么呢？就是表面功夫做得可好了，但是背后呢没准人骂你。但是你大伙不要觉得这种人呢，好像这种人两面三刀的。说句实话，这种人还算是不错的，现实生活中啊，他在表面功夫上做得好。他妈的也好啊，对吧？有的人他妈就连表面他都做不好，怎么说？对不对？当然啊，这个交朋友呢，交到这样朋友也不是什么好事啊，咱就这个意思。但是呢，这个刘备呢，对吧？他又想，是吧？他又想这个，留个好名声，又想拿到这个西川，对吧？你说这庞统啊，给他出的这个招吧，他都已经就是。他这没招了，庞统是我说主公，我给你跪了啊，你能不能对吧？能不能教我混元功法？是不是啊？对吧？我给你整跪了是吧？啊，所以说就是这个情况啊。如果说庞统啊留下来的话，帮他治理蜀中，也是一样啊。庞统这个人，这个搞政治、搞这个建设也是一把手。这你们不要以为你像郭嘉，他可能不像人家荀彧，不像诸葛亮，是吧？不像庞统，他们有这么大的这个有这么多的能力。他就是在军事，在出谋划策，在给你指明方向这方面挺好。但是你真让他搞人才建设、人才管理，搞这个军队的这个训练，他就啥也不肯定是不行啊。包括怎么去赚钱，怎么让这个国家的这个税收变得非常合理，这个他就不行了。而这个呢，诸葛亮和庞统都可以，这个可是在这个司马徽的考核范围内的。而且庞统他在血缘上啊，你要知道啊，人才培训基地的校长是司马徽，那么资深教授啊，唯一一个 S 级别教授呢，就是庞德公。这个庞德公可是庞统的叔叔啊，这是有亲戚的啊。这个你想啊，这个庞统可是对这个庞德公对庞统的这个和诸葛亮的这个评价啊，都是一等一的高。再往后说呢，才会轮得上什么徐庶啊这些人啊。徐庶呢，自认为也是比不过卧龙凤雏。当然，很多人就要问了，为什么徐庶举荐的不是庞统，而是这个诸葛亮呢？因为啊，诸葛亮的处世之道，他觉得对于刘备来说呢是很搭拍的。而他不举荐庞统啊，就是因为这个庞统呢，当时呢，他的性子呢是比较怎么说啊，比较就是社会啊，就庞统这人比较社会，他不是说铁心要跟这个刘备的啊。最开始他有想法想跟孙权，但是呢孙权呢并不看重他，这也不能怪孙权啊，因为第一呢孙权本身有这个二张啊，再加上这个对吧周瑜帮他辅政。而孙权呢，这个人呢，大家伙也都知道啊，他是一个后掌权的人啊，对吧？他是第3代，所以说按理说应该是第2代啊，因为他爹那个就不算了，他爹那个还没有成什么特别大的气候，他接班的时候是接他哥的班才是最厉害的啊。很多人说因为丑，这个《三国演义》里面是这么说的啊，但事实上呢，什么叫丑啊？好像对吧？好像曹操长得好看一样啊，是吧？但是孙权呢，好不好看我不知道啊。但是孙权确实长得像歪国人啊。好，一个火神祝融降临。这个无限连啊，跟大家伙讲一下啊。这个我每次解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跟大家伙说了啊，因为他不能被无限连，所以说可以被无限连啊。就是这么个情况啊。然后庞统的话，咱们假如他不死，那么我们的设定啊，就是其实不用假设庞统不死，兄弟们，不用假设庞统不死，你假设徐庶这个人，对吧？没那么矫情，徐庶这个人是真的矫情啊，对吧？很多人都知道，徐庶呢，因为这个曹操搞事情，把他老妈骗去了，他老妈呢就自杀了啊，以明志，对吧？自杀之后呢，他得守灵啊，得丁忧啊，对吧？完事了之后呢，他明明可以
对吧？这个放下所有的一切去投奔刘备，因为已经派他来睡降了，对不对？但是呢，他不的，他去跟刘备这个唠会儿嗑，然后就走了啊，就是走了。刘备说：“你既然都来了，为什么还要返回去呢？”他就是在乎名声啊，这个他在乎名声，这个跟刘备就背道而驰了。刘备这个人在乎什么名声啊？对吧？今天跟这个人混，明天跟另外一个人混，后天又跟这个人混，跟他混完了之后呢，还要打他，对吧？啊，这个东西没法说啊。然后如果说徐庶呢不矫情的话，徐庶呢去帮刘备，那可真是那是嫡系中的嫡系，兄弟们啊，那是嫡系中的嫡系。那种情况下，你要知道这个。徐庶啊，跟着庞统两个人一起再入川，徐庶加庞统，那怎么说啊？那肯定不会落凤坡了啊，肯定就不会落凤坡了，对吧？那这种情况下，那刘备、诸葛亮守着荆州啊，再加上荆州有这个张飞和关羽这两员虎将啊，兄弟们啊，那就玩呢，兄弟们，那玩呢，那你让吕蒙你随便啊，你怎么白衣渡江？你就是别说穿白衣服，你就是穿旗袍你也进不来啊！我跟你讲啊，对不对？你肯定进不来，想都不用想的啊。好，石香将的话呢，咱们是要招降的，所以说一会儿呢还是要用神龙骨水啊，还是要用神龙骨水给大家招降一下啊。如以奸计得胜，这张合长得像韩国人啊，确实像啊。陆逊怎么样？陆逊牛逼！你看三国杀里面他有一个技能叫什么？叫谦逊，对吧？一整他就说：“哎呀，诸葛亮真乃神人也啊，我不及也，对吧？”啊，非常谦逊。我跟你说，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啊，特别的可怕。我说的可怕呢是褒义词啊，不是说他阴险啊。陆逊这样的人呢，就特别什么呢？就是他已经是 S 级别的这种武将啊。咱们说武将谈不上，就是一种将军将领，可以长帅印的这种，已经是 S 级别的了。但是呢，他见到比别人厉害那么一点点的人啊，他就不行。哎，我还要向他学习。包括像什么司马懿啊，像这种人太可怕了。这种人啊，他的处世哲学就是非常。诸葛亮呢，有的时候还是有点傲的。诸葛亮这个人还是很傲气。庞统也是傲。很多人说他俩有大才，人家有傲的资本。其实要说大才，司马懿也是大才啊。对吧？对吧？你都是大才，但是呢，一点都对吧？一点都不傲啊，一点都不傲啊。相反呢，你像蜀国后期这个最大的两个敌人，一个叫钟会，一个叫邓艾，这两个人也是啊，这两个人也是能力非常大，但是呢傲啊，特别的傲啊。钟会就不用说了啊，钟会这个人确实是有才华。钟会如果要是跟姜维两个人，假设啊，他计谋成功的话，那是挺厉害的啊，这个人啊。邓艾就不用说了啊，邓艾这个人本身就傲啊，这个人小的时候受过苦啊，特别在乎自己的这个身份啊，想要拨乱反正啊，对不对？邓艾死的老惨。诸葛亮是特别傲气，庞统也傲啊。庞统你看，尤其是咱们大家伙看这个三爷啊，三爷这个人大家伙都知道，他是非常喜欢这种就是士族的啊这种人才，他就觉得有才华的人他非常的尊敬。这个三爷咱们看当时好像是在这个刘备是管理这个荆州的时候，让这个庞统去管那个叫耒阳县啊，好像那个地方叫耒阳。这个耒阳县的县令啊，他可以把1个月的这个县上的政事啊，加上什么案子啊，就是可以在1个上午就干完。当然那个是演义里面说，事实上啊，说句实在话啊，就是他想表达一个什么事儿呢？就真的你就是杀鸡焉用牛刀啊！你就是像这种破烂眼的事儿，你说你交给庞统，那不得玩呢吗？啊，人庞统，你像诸葛亮说，对吧？你们做官啊，只可以做到什么士大夫，做到哪，我做官啊，我就不说了。庞统也一样啊，庞统就是啥呢？你别说你让我做一个州的州牧，说难听点我就是对吧丞相之才啊，就是能掌管相印那种啊，你跟我扯这个事儿啊。如果卧龙凤雏在的话，
刘备建国啊，成为皇帝的话，他一定会开2个府。什么叫开府呢？开丞相府啊，他可以开2个府了。哪2个府呢？一个就是诸葛亮，一个是庞统。这个就是有点像话事人啊，就扛把子，就是有点像那个咱们看那个黑社会啊，香港黑社会啊那种帮派啊，有双话事人的啊体系。现在这不有双话事人吗？啊，在早期的时候，咱们看那个魏国的时候，魏国那时候呢就是双话事人啊，一个是谁呢？一个是这个司马懿，另外一个人呢就是贾诩，这2个人呢是同时各自开府的啊，开府办公的。什么叫开府啊？就是说我们办公呢可以在自己开一个丞相府，然后呢我让官员来我这里上班，我不用去皇宫里上班啊，但是我定期要去皇宫里汇报一下。而且呢这个丞相啊一般都是一般可以许诺这个丞相可以怎么呢？可以佩戴武器，可以穿靴子上殿啊，就是你可以不用脱鞋啊，就非常的这个地位非常高，应该是百官之首啊。在名誉上百官之首是谁啊？对吧？那对吧？在名誉上百官之首应该是太师啊，太师就是皇帝的老师，然后呢就是太傅啊，就是皇帝还没当皇帝的时候啊，他是皇帝的老师啊，对吧？这叫太傅啊。然后呢官衔上最高的啊就是丞相了啊，就是第一丞相。第2呢才是大司马，大司马之后呢就武官嘛，因为武官肯定是要排在文官之后啊。大司马之后呢就是大将军啊，大将军就是比司马少那么一丢丢等级吧，其实就是一个名誉的衔儿啊，管的活是一样的，是吧？就是这个情况。所以说你要庞统要是没死的话，我估计能跟诸葛亮同时开府办公，没毛病啊。太师和太傅呢是对啊，没有权力的。但是呢，我既是太师，又兼职丞相啊，或者兼职大将军，哎，你怎么说啊？我可以搞兼职的啊。好，咱们把他打死之后呢，咱们的终极武器就出来了，就是传说中的吴钩。那这个吴钩的话呢，有吴钩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武器扔了啊，那无刀跟没有用似的啊，一点用都没有啊。好，这个就是庞统的终极武器，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武器啊，新手呢必用。1、2、3之后呢，正摇手是他打3点，非常的赖的啊。所以说就是这个情况啊。那你如果说是爵位的最大的，咱们不能算那个王公啊，这王公是不能算啊。咱们算侯的话，最大的侯就是县侯了。我也是很早就跟大家伙说过。很多人说那个4世3公，那个3公是什么意思？其实吧，就是做到了这个就是做到了一些特定的官职啊，其实就是位列3公。它并不是说3公一共是3个职位啊，对吧？这个大家伙儿能理解就好。其实就是怎么说？你比如说你像丞相啊，这是肯定了啊。然后呢，其实你如果说你问我小狼，那你告诉我什么司空啊、司农，还有什么司徒？这都是什么意思？这个也是3公啊。但是呢，什么意思？我跟大家伙讲一下啊。其实呢所谓的司空，这个多多少少呢，有点类似于像那个什么青天剑一样啊，就是有点这种像这个什么像那个大家伙知道那个什么搞一些天文呐，搞一些虚无缥缈的一些事儿啊。然后呢，地位也挺高，就是没啥特别大的权利啊，在庙堂之上啊，有点地位啊。然后司徒司徒呢也是没啥实权，但是呢，他的官儿很大，兄弟们啊，官儿很大啊，一般在人才举荐上也是可以。这个司徒呢，一般来讲就搞礼仪建设啊，搞礼仪建设，搞一搞这个怎么样啊，然后呢，人事方面是有举荐的这个权利。但是你真问他，你说司徒是干嘛的？你看那个，无论是之前那个王允王司徒，还是之后的王朗王司徒啊，你会发现都是懒闲子啊，就是官儿很大，特别大，但是呢没啥用啊。你问他管啥呢？他管的这些东西吧，可能跟军队跟啥都无关了啊，没啥意义了啊。然后呢，你像那个司农司农，你听这个名字啊，你就觉得好像是吧？但是司农还好一点。他毕竟还管一些这个建设呀，管一些什么这个跟这个花钱有关
你既然有花钱，那就有油水啊，对吧？其实呢也没啥太，就是咱们主要你会发现啊，什么叫权呢？就是其实跟钱有关和跟军队有关的人才有真正的实权，对吧？或者说是咱们说啊，或者是跟什么呢？跟这个人才的推荐、举荐或者是任命有关。比如说是吏部啊，这就很牛逼。像刚才大家伙说，刚才有人说太尉、丞相、御史大夫，其实呢，很多人就都前面和后面的人很少都听得到啊。说这个太尉是干什么呢？好像是高俅高太尉啊，那是宋朝。那你说你像那个曹操，他的父亲曹嵩是当过太尉的。太尉是干什么的？官大，有点像九门提督。其实呢，还不是啊，不是，他是什么呢？他是御林军的这个首领啊，御林军的首领啊，就是说白了就是保护皇帝的皇宫建设啊，就是比如说像皇城的这种保安。官儿也特别大啊，但是呢，用处就是他就是这个啊，他不像大将军可以任命你出去，对吧？信马由缰的让你出去跟人外族对抗啊，打仗的那种，他属于那个保卫啊，这种保安团长那种感觉啊。那官儿大啊，但是呢是这个意思。这个御史大夫呢，说白了就有点什么呢？啊，有点这个吏部了啊，有点这个吏部天官啊，大家伙都知道啊，就感觉好像很牛逼，但是跟这个宰相一比啊，其实就感觉差一点，但是他俩的官职还是差不多的啊。就说白了，这个就是官的这个等级是一样的。好了，大司农啊，大司空，大司马。要说司马是最大的啊，就但凡你干到司马了之后，一般人是没有大司马的，兄弟们啊，就是你但凡历朝历代啊，你发现大司马其实很少，就是在这个汉朝的时候。这个大司马呢，一般来讲都是就武官，你作为武官，你都做到头了，做到最头了，就是大司马了。再往后，可能咱也不能说丞相吧，你可能再往后的话，你就封公封王了，到头了啊，大司马啊。但是呢，大将军呢有实权，大司马呢比大将军大，但是大司马未必有实权。大家伙知道什么意思吧？比如说这么理解就好了。啊，我封你为大将军啊，这个事儿呢，对吧？天下兵马交你管。但是呢，我封他为大司马，这个大司马呢，你就不行了啊，你就在名义上你管着对吧？你管着武官，你只是这个官位大。但是呢，皇帝说你是啥，你再大名大过皇帝吗？皇帝说好吧，对吧？搞一搞建设啊，对吧？你就好比就是大伙儿知道那个叫什么赏书啊，对吧？赏书。啊，比如说吏部尚书吧，啊，这个吏部尚书呢，很多人说吏部里面最大的啊，但是很多人说小狼啊，吏部尚书，那吏部侍郎又是什么意思呢？吏部侍郎肯定是没有吏部尚书大，对不对？咱们大伙可能会这么认为，但是呢，你会发现啊，一般牛逼人呢，都不当吏部尚书，当吏部侍郎。这个呢，就跟大伙解释一下啊，吏部侍郎肯定是没有尚书大的，但是呢，侍郎是直接跟着这个皇帝对接的。啊，无论是什么侍郎啊，都是跟皇帝对接的。表面上呢，你觉得尚书大，但是事实上呢，我可以越过你，直接跟皇上谈。这一点呢，就是说白了，无论什么官职啊，皇帝在你身边都有一个直接让你汇报的。有的时候啊，很多人送礼啊，我想要买官，想要卖官鬻爵，我都不找尚书啊，不找正把手，我都得找这个侍郎。打通了这个渠道，我才能真正的往上上，知道什么意思吧？啊。侍郎是狗，对，吏部尚书，吏部的话呢是所有啊，就是比如说清朝的时候，所有人想当官，最想当的是什么官？是户部啊，是去户部当官，这是最有油水的地方。其次呢就是吏部了，虽然说吏部呢是这个百部是六部之首啊，它是那个应该算是最大的这个部了啊，也是听起来最香的部，但是跟这个户部一比啊，还是差那么一大截啊。户部的话呢，是真的厉害啊。我说听什么户部？那兵部、刑部不厉害吗？差一点啊。那你要再往后就是礼部啊，礼部的话，那听起来你感觉好像就搞一搞文娱啊，搞一搞这种皇家建设啊，搞一搞封建礼制啊，大概就没了啊。啊，可以看到，防一防啊，主公饶命，防一下，这成语长得不好看啊。
程昱设计的太猥琐了。其实程昱呢，这个《三国演义》里描写啊，这个人是，应该属于那种就是长得挺帅的啊，长得挺帅的那种人，就是一个老帅哥。户部是管钱的，但是呢，一般来讲啊，户部呢都是皇上的亲信的亲信，对吧？才会扯。而这个组织任命啊，这个吏部呢，除了侍郎呢是跟皇帝对接，是吧？吏部的这个赏书啊，也是很多人在吏部上班，你会发现啊，有这个人事任命的，你会发现那可真是，你们就想吧，现在啊。对吧？比如说省里面有人事任命，虽然说啊都是省长啊什么这些人说的算啊，但是你会发现，这组织部部长啊，专门管这个吏部的，啊这个人厉害啊，对吧？我不推荐你连提名的机会都没有啊，我就对吧？今年我们评一下，都有谁能上这个正处级，对吧？咱们这个现在省里啊，比如说几个地级市，这些地级市对吧？有几个能上到这个正处级的干部了？我们提名一下，好吧？我直接提名你了啊，能不能选？咱们开会再说。但是呢，我连给你机会都不给你，这就是我的权利，明白吧？哎，赖逼了啊！郭奉孝也是帅啊，郭嘉、程昱啊、荀彧这三个人，还有荀攸这些人啊，长都是帅哥，都是帅哥。诸葛亮帅哥。这都是帅哥啊！你看，但凡从颍川出来的，啊，从这个南阳出来的，一般都挺帅啊。啊，不帅呢，说白了也不行。就是说白了，这帅呢，在古代啊，是这个很吃香。哎，现在也吃香啊，现在也吃香啊。有我狼帅。好，可以看到打到最后一关了啊。据说张飞也是，张飞当然帅了，张飞就属于那种非常适合这个，非常适合怎么说呢啊，就是当这个就是有男友力的那种啊，非常有男友力啊，保护欲望特别强那种。张飞肯定长得不是现在那种小鲜肉的那个帅，他就相当于什么呢？比如说你要去健身房当个教练，你会发现一个抱头环眼啊，不能这么形容啊，那是《三国演义》的形容。就是这个这个应该说是肤发比较浓密，非常具有男人味儿的这种男人气概的那种。然后呢，大眼睛，大络腮胡子啊。但是呢，那个时候，对吧？体质发肤，受之父母吧，也没有多少人剪啊，哪有几个像曹操那么狠的，自己的头子都剪了啊，对吧？周瑜肯定啊，周瑜跟诸葛亮。诸葛亮帅呢，是这个人身高啊比较高啊，据说呢一分析的话，大概诸葛亮呢大概是1.8米左右，应该是1.8米左右，比我狼还高1公分。然后呢长得帅，周瑜呢虽然说没那么高啊，但是周瑜比诸葛亮的脸蛋好，而且周瑜这个弹琴啊，那比诸葛亮要厉害啊。那个时候啊搞乐器搞得好也很，对吧？你开玩笑呢啊。好。有胸毛那种，好。现在吧，这个度量衡吧，还是不是特别准啊？咱们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啊，这个曹操墓挖出来了，大家伙都知道吧？曹操呢，确实啊，根据形容呢，他1.6米左右，而这个刘备呢，就长得又帅啊，老帅哥。你像这个蜀国天团啊，刘备长得帅，诸葛亮长得帅。庞统呢，历史上形容他呢，没有《三国演义》里形容的那么磕碜，但是呢，也确实不帅吧，应该是这么说，对吧？张飞啊，有男人味儿。关羽呢，这个人虽然说脸儿有点红啊，然后呢，但是呢，关羽这个人也是非常英伟的啊，对吧？非常伟岸的这么一个男子，而且长须是吧？啊，这个确实是啊，美髯公是吧？啊，这个好看。然后呢，赵云，这个赵云就不说了吧，啊，赵云那肯定帅啊，那不帅呢？你不是说游戏啊，就是形容他确实帅啊，对吧？马超，锦马超啊，对吧？你看啊，那就非常厉害了。但是这个黄忠啊，老帅哥也是老帅那种。
年轻帅不帅不知道，老了都帅，那年轻自然也跑不到哪去，对吧？黄忠也确实帅，那你就对吧？你这个，你看你对吧？你这个你感觉啊，这颜值这个真的挂钩啊，颜值不好，那感觉好像都没有谈判的必要。你像那个张松啊，张松献图的那个张松。应该是三国里面就是记忆力 max 的啊，把这个过目不忘本领啊点到满级的男人啊，对吧？你就像这种人，你说白了，老天给他对吧开了一扇窗，直接把他门全关上了啊，太丑了啊！曹操吧，就喜欢好看的啊，曹操你长得好看我就喜欢，像什么陈宫啊，对吧？这个曹操也是啊，帅哥啊，陈宫帅啊。确实要重视颜值啊，是这样的啊，大家伙知道吧？就是，在这个封建社会啊，好像是从这个科举制，应该是隋朝创立的科举制啊。最开始呢是察举制，察举制呢最开始你看，比如说有人什么举孝廉是吧，就是察举制。科举制呢是通过就像现在咱们高考一样，咱们对吧参加这个中考，然后呢高考。然后高考完了之后呢，可以考研究生，可以考对吧？可以考博士什么的啊，对吧？一层一层往上上。这个科举制呢，对吧？就有一个说法，头名呢叫状元啊，状元之才啊。这个状元呢是状元郎，非常非常的牛逼。老二呢应该什么呢？是榜眼。状元呢是排到独一无二的一个位置啊，头甲第一名叫状元，然后排在第二啊。当然呢，其实除了状元之外呢，这边的第一个。就应该是榜眼，然后第三呢叫什么呢？叫探花，啊，叫探花。这个探花啊，跟大家伙讲解一下啊。状元呢是没办法，还是要以才为主，要以才为主。而这个探花呢，有的时候呢，它并不是说它一定是排第3位的，有可能是你排第2位，但是由于你长得帅，我就不把你排到第2了，把你排到第3了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跟大家伙讲一下啊。这个探花啊，确实是以颜值来评的啊，包括有的时候你是第4名啊，由于呢第3名啊和第2名长得都不帅啊，确实是不帅，第4名破格提名为第3名当探花，剩下的人也就进士了，无所谓啊。其实除了状元跟探花，探花一般都跟什么挂钩呢？哪个公主啊娶你当驸马啊？很多人说那么状元当驸马应该说更合适一些，不，探花长得好看。啊，对吧？你看现在咱们这个一些啊网站上标题都是什么探花啊，91什么探花啊，对吧？为啥呢这么叫呢？因为是吧？反正就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这个当然了，所以说啊，有的人啊，就是宁可不当状元也当探花，因为他也不是说。不叫宁可不当的啊，能当状元肯定还是要当状元，但是还是点帅啊，还是点帅啊！你这个你不帅，你就只能说是，对吧？你这个意思。好，可以看到咱们这儿啊，直接放了一首青龙神器，青龙神器在这里放了，直接把这个吕布给搞了，那就直接搞了就可以了。反正呢，有青龙神器无限链必杀，在放青龙神器之前呢，最好还是先把所有的宝全放了啊，不，所有的气儿全放了，要不然浪费啊。小的们看招！所以古代的公主一般不会很丑，哈哈哈哈。我跟大家伙讲啊，这句话啊，我跟你说，3分靠美颜，7分靠打扮啊。然后呢，这些都不算，还有整容这么一条路啊。当然，古代呢，咱们就没有什么整容了。我跟大家伙讲一下啊。这里面咱们不批判啊，咱们不批判。首先跟大家伙讲一个事儿，大家伙知道这个，对吧？你看有很多明星的女儿，啊，这个比如说你像赵本山的女儿，像潘长江的女儿，是吧？咱虽然说谈不上绝世美女，但是现在来讲呢，是挺好看的，对吧？啊，就是甭管是美颜做得好，还是化妆化得好，还是整容了也好，甭管怎么样吧啊。绝对是不丑，就算不整容，就算不干什么也不会。这很多人说那赵本山长得，那他女儿能好看？
你是没见到赵本山和潘长江年轻时候的颜值啊，确实很好看啊，就不是我说的，就谈不上帅，但是绝对不丑啊，绝对不丑。赵本山也一样啊，只不过呢，咱们看他扮丑扮的有点那个看习惯了，就是啊。好，可以看到最后，哎，一个大劈，我操，直接这种，哎，这个炼狱斧啊，一个大劈啊，直接给他劈死了，太残忍了。好了，把曹操干死了之后呢，然后还有曹操令啊，曹操打死了，还有曹操令，曹操都已经招降了，左慈还能把曹操复活呀，真的是无敌了啊！好，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我们的飞花大神给大伙表演的这么一个精彩视频，同时也感谢大伙收听。如果大伙喜欢我狼解说，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了。我们下期再见吧。